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美国国会的重量级议员，你手里握着大笔的拨款审批权，你的胸前挂着能自由出入五角大楼的高级别徽章，你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透明的国家里，没有任何秘密能对你锁上大门。直到今年3月31日，刚刚离职的议员马特·盖茨在一次访谈中平静地撕开了这条裂缝。他说，在国会工作的时候，一位佩戴着美军最高安全级别徽章的吹哨人敲开了他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绝密简报，告诉他，在这个国家的地下深处，军方正在运行一个代号极高的活体混合繁殖计划。战区消失的难民，南部边境无人问津的流浪汉，正被秘密送往地下，与某些非人类活体进行基因缝合。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他突然发现，作为民选的最高权力代表，他居然连去敲开那些地下设施铁门的权限都不存在。你可能会问，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连国会议员都无权干涉的庞大地下网络，钱从哪儿来？答案藏在五角大楼一本永远也算不清的烂账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01年9月10日。那天，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五角大楼有高达2.3万亿美元的预算，下落不明，无法追踪。请注意，是2.3万亿。而就在第二天，世贸双子塔就被飞机撞塌，恰好负责审计这笔巨款的会计办公室被彻底摧毁。这笔账成了一笔无人敢问的死无对证。在华盛顿的深水区，这被称为 USAP 未承认的特殊定向项目。这套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吞噬着纳税人的天文数字，在暗中建立起了一套完全独立于白宫和国会之外的地下军工帝国。盖茨议员摸不到门把手，是因为他手里拿的只是美国政府的钥匙，而那扇地下铁门的锁是用这几万亿美金的黑钱由军工复合体私自浇筑的。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就在盖茨摸到那扇敲不开的门时，众议院 UFO 听证会的核心推手议员蒂姆·伯切特也刚刚从顶级情报机构的最高机密简报室里走出来。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政客语气里透着一股近乎失态的恐惧。如果你们听到了我所听到的一切，如果这些事情被公开，这个国家会彻底崩溃，你们所有人都会整夜的睡不着觉。为了防止自己被意外消失，伯切特甚至提前对着镜头留下遗言般的声明，自己绝对没有任何自觉倾向。盖茨发现自己摸不到门，伯切特看到了门缝里的东西，吓得不敢睡觉。而现任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干脆抢在所有人之前给那个东西下了定义。3月27日，面对关于 UFO 绝密档案的提问，万斯收起了政客打哈哈的套路，极其严肃地抛出一句话：我不认为他们是外星人，我认为那是恶魔。堂堂一国副总统，为什么要用恶魔这种充满神学色彩的词？答案藏在美军雷达捕捉到的那些匪夷所思的飞行轨迹里。过去几十年，主流科学界一直用一个常识来嘲笑 UFO 爱好者，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也有好几光年。外星人就算拥有光速飞船，飞过来也要成千上万年。碳基生物的寿命根本支撑不了这么漫长的星际旅行。这个常识没错，但它错在低估了这群天外来客的科技等级。他们确实来自宇宙中极其遥远的深空，他们也确实是拥有物理肉身的实体，必须乘坐由金属打造的飞船。但是他们来到地球的方式根本不是在宇宙里呈直线慢吞吞的飞，他们利用的是现代量子物理学中那个极其著名却一直存在于理论中的东西——星门 Stargate。早在上世纪80年代，51区的爆料鼻祖
物理学家鲍勃·拉扎尔在逆向研究一架军方打捞上来的飞碟时，就发现了这个让人类物理学界绝望的秘密。那架飞碟的核心是利用一种地球上不存在的超重元素115号元素，产生极其强大的引力波。它不是靠喷射燃料在空气中推着自己走，而是用引力场直接扭曲了飞碟周围的时空。当他们在极其遥远的深空启动这台机器时，巨大的引力波会直接把前方的宇宙空间折叠起来，生生撕开一扇星门。这艘飞船只需要穿过这扇门，就能瞬间跨越千万光年的距离，直接降临在地球上。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美军雷达捕捉到的 UFO 可以无视惯性进行直角转弯，能在几万米高空瞬间骤降。因为在地球上他们根本不是在飞，他们是在自己的引力气泡里不断地微调空间折叠的角度。对于飞船内部的驾驶员来说，他们坐在那里一动没动，是外面的空间在绕着他们快速滑动。搞懂了这个硬核的星门逻辑，我们再回头看万斯为什么要把他们叫做恶魔。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当那些根本不懂什么是量子力学，什么是引力场的古人，看到天空中突然裂开一个发光的黑洞，一扇星门，紧接着一艘无视重力的金属飞船从洞里降落，走下来一群拥有碾压级科技、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实体生物。在古人的认知里，从天裂中降临的只能是神明或者是恶魔。翻开那本因为记载了太多不可名状的恐怖而被早期教会强行从圣经中剔除的以诺书，你会发现几千年前发生的星门降临早就被记录下来了。以诺书记载，一群被称为守望者的堕落天使从天而降，降临黑门山。他们用极其先进的宇宙知识、冶金术、气象控制、武器制造，向当时的人类君王换取了一样东西——人类的 DNA。他们在地球上进行跨物种的基因实验，最终导致了地球生态的崩溃，引来了清洗全球的大洪水。而今天，华盛顿地下的那帮军工头子正在重演以诺书里的疯狂。那些存在于遥远星系的外星实体，通过星门来到地球，他们发现地球的环境、大气或者微生物对他们的本体有着致命的威胁。为了在地球上长久的停留和作业，他们必须培育一种适应地球环境的生物外壳，也就是用战区难民和流浪汉的 DNA 与他们的基因进行融合。听到这里，你一定会问出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以他们操控引力、折叠空间的能力，直接抹除人类的意识，强行接管人类的躯体，难道不是最简单的办法吗？为什么非要躲在暗无天日的地下10几公里深处，像做贼一样去费尽心机地搞什么基因混血？答案极其残酷，因为人类这具碳基躯体对他们来说寿命太短了，他们真正在做的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回想一下我们人类是怎么对待野生动物的。当我们发现野狼的基因里有忠诚的特性，我们就提取它，把它和别的犬科动物杂交，最后培育出了工作犬。当我们发现某种野生水稻抗旱，我们就把它和高产水稻杂交，培育出全新的超级水稻。在这个过程中，野狼和野生水稻的结局是什么？是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现在把这个逻辑放到地下的那些极其隐秘的基因反应堆里，那些穿过星门而来的主人们正在把他们极其高级的寿命长达1000年的基因与地球上最适应这片大地的灵长类 DNA 缝合。他们是在孵化地球下一个纪元的绝对统治者，地球 2.0 版的全新物种。一旦这个完美的新物种在地下被批量培育完成，我们这群在地面上每天为了车贷房贷奔波，会生老病死，会被情绪左右的旧人类，在他们眼里算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那位美军最高级别的吹哨人在敲开马特·盖茨议员办公室的大门时，眼神里充满了彻底的绝望。
这也是为什么伯切特议员在看完机密简报后说自己会整夜的睡不着觉，因为他们在那份绝密档案的字里行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2个字：替代。在充满未知与压力的时代，拥有一副强健的体魄是我们每个人对抗现实、守住生命底线的最大本钱。这里要特别感谢今天的赞助商普瑞堂，现在刚好迎来了玄宝黑山全球销售10周年的盛大庆典，从3月28日到4月19日，只要每次下单买满500美元，就直接送您2颗玄宝黑参。如果单笔满3000美元，除了附送的12根，还会额外再赠送1颗特级人参。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在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能享受10周年庆的超值赠品，还能立刻享受全球包邮的福利，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就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看看吧。好，我们言归正传。为了完成这种文明级别的腾笼换鸟，光靠边境失踪的几个流浪汉够吗？远远不够。创造一个完美适应地球的全新物种，需要极其庞大的基因样本，需要建立一条堪比现代工厂的工业化的生物学剥削流水线。这就完美解释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流媒体刻意压制，甚至被当作笑话处理的2大恐怖谜团：全美屠牛事件以及国家公园人口离奇失踪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美大陆上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牛羊被离奇肢解的案件，现场没有任何野兽的脚印，没有一丝挣扎的痕迹，甚至地上一滴血都没有。牛的全身血液被瞬间抽干，生殖器官、眼球、嘴唇和特定的腺体被一种极其锋利的如同现代激光手术刀般的工具精准切除。当地警方和 FBI 调查了几十年，找不出任何食肉动物或人为恶作剧的可能。著名的前警察、独立调查员 David Politz 在他的消失的411绝密档案中揭露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数据：美国各大国家公园里每年都有大量人口离奇蒸发，这些人往往是在同伴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警方带着最顶级的搜救犬到达现场时，猎犬会突然失去所有的嗅觉，甚至趴在原地瑟瑟发抖，表现出面对食物链绝对顶端捕食者时的极度恐惧。过去人们把这些归咎于连环杀手、野兽或者是地形复杂，但现在把你脑子里的思维维度拉高，把这些残酷的拼图和盖茨议员拿到的地下混合繁殖计划拼在一起，一幅惨绝人寰的工业化流水线就无比清晰地展现在你眼前了。那些消失在边境的流浪汉、国家公园的徒步者以及数以万计的牲畜，正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地下10几公里深的基因反应堆里。讲到这里，整个绝密拼图还差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块：华盛顿地下的军工复合体到底是怎么跟这些星门背后的外星实体搭上线的？毕竟那些外星实体就算科技再发达，也不能无视宇宙法则。在其他高维生命的注视下，他们想要合法的在地球上进行大规模的 DNA 混血实验，就必须得到地球最高世俗权力的默许。这就牵出了美国历史上最核心的一桩最高机密。在过去的10多年里，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亲曾孙女劳拉·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全美各地进行公开演讲。她毫无顾忌地向公众抛出炸弹，直言她的太爷爷曾在1953年前往美国空军基地，与这些穿过星门而来的实体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在那场会面中，一份契约被正式签订了。合同的内容很简单，美国政府允许外星实体带走一定配额的地球人，也就是那些失踪的流浪汉和无人问津的边缘人口，去进行他们的新物种孵化实验。而作为交换，外星实体必须向美国军方提供极其先进的航天与武器技术。
虽然从官方层面，我们不能把他的话当成100%的绝对定论，但是你想想，当一位美国前总统的骨血后代，宁愿背负阴谋论者的非议，也要用10多年的时间在公众面前曝光自家的最高机密，这背后的分量，足以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段历史可能真实存在过。外星实体会把他们正在使用的最先进的星门飞船直接白送给人类去逆向研究吗？当然不可能。所以他们给美国军方的是一张远古藏宝图。他们告诉美军，在人类所谓的1万年文明史之前，这颗星球上早就发生过一场跨维度的远古战争。在太平洋极深的海沟淤泥下，或者南极几千米厚的冰层里，沉睡着几万年前坠毁的远古飞船。你们想要技术，自己去捞。这就完美解释了鲍勃·拉扎尔在爆料时提到的那个词——考古打捞。冷战时期，美国海军的核潜艇硬生生从海底淤泥里把那艘沉睡了上万年的残骸给挖了出来，并开始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基地里进行逆向工程。真正让人绝望的是这些军工集团拿到技术后的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签订协议后不久就惊恐地发现，自己作为美国的最高3军统帅，居然被底下的情报机构和承包这些地下工程的利益集团给彻底架空了。他连过问那些地下实验室进度的权限都被秘密剥夺了。这也是为什么在1961年1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总统的电视告别演说中，对着全美国人民说出了一句当时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但今天听来却细思极恐的名言：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获取毫无根据的不受约束的影响力。正统史学界以为他只是在担心国防预算超标，但如果你看懂了这份协议，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被剥夺了最高机密控制权的老总统在绝望中对全人类发出的最后警告。而今天，议员马特·盖茨同样绝望地看着那扇连自己都敲不开的地下铁门。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极其讽刺的闭环。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的地面之下，那个掌控着星门技术和远古秘密的军工复合体，早就长成了一头连美国总统都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深度挖掘，请务必给视频点个赞，订阅江峰奥妙，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真相探索。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